我是什么人？皇后。Yes！ 但您已经失宠多年了。Yes！ 有钱有权，还不用伺候男人，爽翻！您的母家虽富可敌国，可不过是低贱商贾。您家给力，还不用看男人脸色，完美！天可怜见，娘娘悬梁不成，终于疯了。我这才看见地上散着一条白绫，还有一只畸变的木凳。木凳为什么折了？婢女上下打量我，就差脸上写着“你心里没点数吗？”好家伙，原主这东西太惊人，把凳子压塌了。等等，嫔妃自亲可是大罪，快把这些罪证拿去烧了！皇上驾到！我抄起龙华挡住脖子上的红痕，一脚把木凳踢进床底。在皇帝踏进来看见我的那一秒，我堪堪捡起那条白绫。楚玉润，你竟敢！也许是福至心灵，在他说出“自川”二字之前，纯白的哈达献给你，天上的白云献给你，远方的朋友，我们相聚在这里呀，相聚在这里，嘿发撒嘿！在他僵硬的凝视下，我虔诚地把白绫挂在他脖子上，扎西得泪。皇帝的嘴角抽动了2下。英妃说皇后企图自缢，可有此事？他瞎说的，臣妾是在学习藏地的风俗，我认为此举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，增进两族友谊，实现我国繁荣复兴。臣妾敢对天发誓，臣妾在门口亲眼目睹皇后娘娘悬梁，如有不实，天打雷劈！我看你是狗掀门帘子，光凭一张嘴。宫门离这儿那么远，把我认成刘亦菲也不是没可能。能看清我是在跳舞还是悬梁？何况我吃得好，睡得香，还有钱，悬梁干嘛？我有病！宫中还有刘亦菲。皇后若真不曾悬梁，为何把脖子遮得那么严实？敢不敢解下龙华，让皇上看看？这不行，皇上，臣妾绝没有看错。皇后娘娘如此抗拒，其中定有隐情。皇帝眼中的怀疑渐深。皇后，解下龙华。果真有红痕。接下来，你又会如何狡辩？当着那么多人，这不好说。让你说你就说。行，皇上久未来找臣妾，听人说这样会给人不一样的感觉，所以臣妾以身试法，替皇上试了试。皇帝掐着我的手微僵，嘴巴张着一时合不拢。英妃瞪大了双眼，面部涨红。满屋的宫人低头闭眼，假装自己没听见。世纪性的寂静中，我羞怯的补充：不信您瞧，脖子上的红痕有指印，白绫可弄不出这个。最近忙于国事，确实冷落了皇后，但你往后也别搞这种危险的研究了，不成体统。哦。至于英妃，因为眼拙闹出乌龙。皇上，臣妾也是因为担心皇后娘娘啊，英英。禁足3日。是。才3天，床都没躺热，又能出门了。皇后如素半年，泄泄火。娘娘，窒息感真的快乐吗？你看我像快乐吗？我郁闷的连啃2盆冰镇西瓜。娘娘，这是您娘家给您寄的上个月分红。我快乐了，嘴角的弧度很难压。我接过那厚厚的一叠银票，呸了口唾沫，开始数。我数了好久都数不完。小英站在一边，满脸的仇富。我瞥她一眼，看不起商人。商人不过是末流。我抽出一张50两票子，搁她手心。重新说，商人永远是顶流。我把票子又抽回来。说得好。我还没数完，小英臭着脸递过来一个空匣子。干嘛？装银票啊！以往每月您收到分红，不都会拿一大半孝敬太后吗？赶紧的吧，都快过了给太后捏脚的时辰了。我不光上赶着给太后送钱，我还要每天给她捏脚。我那么爱太后，那太后肯定是我在这冰冷的后宫里唯一的救赎。小英的嘴唇颤了颤，我当即马不停蹄地跑去太后宫里，急需感受被爱的温暖。太后躺在贵妃榻上，听见动静掀开眼皮，我差点哭出声。好慈祥的阿婆，还不快滚过来给哀家捏脚！丢，好能装的一朵老白莲。想不通原主讨好他干啥？不好意思，走错宫了。朱玉润，当初是你死乞白赖的求着要给哀家尽孝，今天迟来也就算了，不干活就想走，你想干什么？真是老王八退苏，憋不住笑了。乌鸦反哺的前提是曾经被捕，子女尽孝的前提是长辈有德，请问您有吗？当年皇帝被人打成孙子，掏光了国库，是他求着我呀，让我做他的继后，嫁妆一车车填进国库，他才不至于皇位不保。我是你家的贵人，当时宫里最有话语权的人，凭啥我要给你当牛做马？朱玉润，你家不过是最低贱的商贾，我儿赐你皇后之位，已是你天大的福气，你竟不知感恩，口出狂言。皇帝让我当皇后，可从没给过我皇后尊荣。这3年我受尽冷落，对所有人卑微讨好，可换来的只有冷眼和鄙视。这福气给你要不要？
你貌若无颜，无才无德，我儿对你已是百般忍耐，你还不知足？先皇后是病逝的，显然是被你儿子的高颧骨给克死的。他二婚不结还是吃软饭的凤凰男，我知足。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放肆！皇后别再对太后娘娘不敬了，赶紧把这个月的孝敬放下就走吧。第一，我朱家与皇家有恩，只有皇家报恩的礼，没有朱家上赶着巴结的礼。皇家若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我大不了跟皇帝和离，把嫁妆搬回娘家。每年朱家的上贡你们也别再惦记。第二，我不搞霸权，我就要个公平合理。这个皇后之位既然是我们老朱家出钱买的，那就得买得值，该有的尊重得有，应得的地位得给。如果做不到，参照第一条。第三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对本宫颐指气使？我大步踏出殿门，只觉得替原主出了口小小的恶气。您跟太后皇上撕破了脸，皇上要是派兵把朱家抄了可怎么办啊？你以为他不想吗？他能抄早抄了。我跟我爹通过气儿了，朱家的势力遍布全国，盘根错节，但凡他敢动一根手指头，这江山分分钟能易主。小英瞅我一眼，又瞅了我一眼，有屁就放。这3年您委曲求全，过得比狗都不如。早知道悬梁能变这么厉害，奴婢就该早点把您吊上去。我谢谢你。我大战恶婆婆的事迹转眼传遍了整个后宫。皇帝知情之后非常震怒的把罚我吃素半年的圣旨给收回了，并且给我宫里的小厨房新招了8个菜系的厨子，估计是想吃死我。这些就算了，可怕的是太监来传话说今晚他要来我这儿睡，我当即回绝。大姨妈来了，不方便。皇帝听懂了，当晚他没来，派人把我大姨妈抬来了。我跟我姨妈一看就是一家人，都是一脸的福相。你最爱的叫花鸡，你娘急急忙忙亲手做的，这还是你嫁人以来头一回召见娘家人，你爹娘老羡慕我了。从京都入宫1个时辰的路，秋凉风急，叫花鸡入口却还是温热的。原主是被家人宠到大的，入了宫却被所有人欺负，连家人都不敢见。我的喉咙有些发紧。钱够不够花？姨妈说着开始拆头上的金饰。我给你带的足足的，就怕你不够花。我跟小英看得目瞪口呆。够了，姨母，真够了。你从小就是金枝玉叶、弱不禁风的，哪吃过什么苦啊？我瞅你瘦了好多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圆润的身材，这已经是瘦了。皇后这活儿你能干就干，不行就把皇帝开了，回朱家娇养着啊！把皇帝开了。看来我在太后面前放的狠话根本就不算狠，尽管不舍，我没让姨妈多待，毕竟后宫不是个干净地儿。姨妈走后，皇帝上门回访，朕破例允许你的娘家人来瞧你，你可宽慰了？马马虎虎。皇帝的嘴角一僵，忍了下来。据说你姨母年近30，尚未出阁，朕有意为她指婚，拟了几个合适的大臣，你瞧瞧。你是要谋害我姨母吗？我姨母是朱家3把手，掌管商铺上千家，要钱有钱，要颜有颜，每天数钱都来不及，反而去嫁一个老男人伺候她，还要帮她带孩子。什么风气还逼着人做慈善啊？你不会觉得不管嫁给谁，只要嫁出去了，就是女人这辈子天大的福气了吧？皇帝气得鼻孔一张一张的，憋了半天说出一句：你就怕世人对你的姨母指指点点，说她是嫁不出去的货色？我姨母不嫁是因为她不想嫁，别人要指指点点是他们的问题，别人见关我姨母什么事？猪肉长5毛就老实了。你干嘛？朕要救秦。我知道他想干什么，他无非就是想让朱家觉得他是宠爱我的，好稳住朱家。去找你的英妃睡。啊！朕就要在这儿睡。你是皇后，你有侍寝的义务。侍寝是吧？义务是吧？我伸手轻轻一推，皇帝被迫倒在床榻上。我甩掉东珠绣鞋，飞扑上床，跨坐其上。我让你是个狗！朱雨人，我的腰断了。帝后同房过猛，导致皇帝夭折的事迹不胫而走，迅猛地传遍了整个后宫。所有人谈起此事都是笑嘻嘻的，只有英妃不嘻嘻。听说她气得爆了好几个痘。我听完心情舒畅，当晚多干了2碗饭。第二天原本打算美美的睡到下午，结果天还没亮，小英一巴掌把我呼醒。我眼睛瞪得像铜铃，准备开骂。娘娘来了。你姨妈也来了？嫔妃们都在外头候着了，就等着给您请安。以往一个个称病不来，从不把您当回事儿。现在好了，知道皇上疼您，都开始上赶着巴结了。现在几点？卯时啊！我急着回去睡觉，开门见山地道：从今日起取消请安制，你们闲着无聊宫斗可以，别闹出人命。争宠也行，但别太内卷。
有活动一定要喊我，但我不一定会去；有困难一定要告诉我，但我不一定会帮。小事自己解决，大事自己尝试着解决。好吧，就这样。说完，我打着哈欠转身要走，身后传来英妃的质疑声。皇后的意思是要当甩手掌柜了？你情商低，可以这么说。可若群龙无首，后宫岂不是会乱成一锅粥？你叫什么？臣妾良妃。本宫封你为班长。你们谁平时最喜欢打小报告？嫔妃们的眼神纷纷看向另一个妹子。你当纪律委员，谁干了坏事，报告给班长。很快，我根据嫔妃们的特长，分别任命了体育委员、文艺委员、学习委员。从今往后，班与任之间各司其职，互相监督，干得好的一直干，干不好的就撤掉。大家从五湖四海相遇在宫里就是缘分，这辈子只能共享一个男人，也是同病相怜。愿大家共建美好后宫，共创和谐王朝。今天的讲话差不多就到这儿。皇后，这位嫔妃，说话前先举手。本宫让你说了，你再说。你说吧。臣妾也是宫中的老人了，凭什么臣妾不能当班干部？那本宫就封你为小卫生委员吧。那卫生委员都有些什么权利，管些什么？卫生委员负责掌管所有的垃圾，每日监督茅坑的整洁度。英妃的脸青了又红，红了又黑，气冲冲的行了个礼就跑了出去，多半是去找皇帝告状了。果不其然，我回笼觉刚醒，朕听说皇后欺负英妃了。我并不着急回答，斟了一盏温热的麦芽茶推给他。起了个大早去上朝，下了朝又批折子，挺累的吧？腰好点没？皇帝没料到我是这个反应，有些受宠若惊，兴师问罪的表情散了大半。我一个眼神过去，小英呈上2叠蜜饯，我把银签子递给他。您爱吃的蜜杏、相思梅。他瞅瞅蜜饯，咽了一下口水，又瞅瞅我。皇后倒学会怀柔了。她为人单纯，不记仇。你若叫她不痛快，道个歉安抚一下就算过去了。臣妾是该道歉。不是对她，而是对您。她是后宫嫔妃，而臣妾是中宫皇后，应当尽到管教之责。皇上每天日理万机，她还不知道体贴懂事，总为了一点点小事拿皇上当枪使，实在是不应该。皇帝的脸色一僵，嘴角缓缓降了下去。我话不多说，点到为止，拿热手帕擦了擦手。晚膳已经上桌了，皇上凑合一块吃点吧。皇帝勉强挤出3分笑，有些许犹豫。是臣妾考虑不周了。皇上还是去英妃那儿吧，不然人家又得发脾气了。朕是天子，难道还需看他的脸色过活？他一撩袍子，在桌边坐下，夹起一块肉就要往嘴里送。肉是生的，他有点尴尬。我把那块肉夹到沸腾的铜锅里涮一涮，蘸了酱汁放在他碗里。这叫海底捞。不用猜，那天英妃绝对没胃口吃晚饭。我故意激她，就是为了引诱她作妖。掐死原主的凶手我没有找到，但英妃她不是主谋就是帮凶，要为原主报仇，也为了消除未来隐患，我得把她料理了。梁妃来向我报告，说宫里新进了一批牡丹，文艺委员组织了赏花会，诚邀我出席。我对牡丹没太大兴趣，但是我对英妃她会不会借机挖坑比较感兴趣。为了给她创造机会，我大张旗鼓地去了。赏曲品茗之后，众人移步游廊观礼，原本只是微微紧张的英妃变得更紧张了，生怕别人看不出她要搞事。我在心底叹了口气，又要把人推进池子里喂鱼，这宫斗能不能有点创新？为了方便她行事，我甚至特意挤到了栏杆边。表面上我是在观赏鲤鱼，实际上我是在思考一会儿跳水的角度。我暴露着后背左等右等，快等得不耐烦的时候，不知道哪个嫔妃踩了哪个嫔妃的花盆底，大家开始东倒西歪，推推搡搡，你呼我喊之间，终于有一双手附上了我的后背，一推没推动。那一刹那，我汗流浃背。可恶，昨晚海底捞我就不该吃那最后一盘肉。我感到后背的那双手在颤抖，他在做第2次努力。这次我的重心终于慌了慌。英妃，你在做什么？不是吧，他不会蠢到亲自动手吧？这种情节放电视剧里都活不过第3集，光有谋害意图，没造成严重后果，恐怕皇帝不会舍得下狠手。你竟敢！不好了，皇后娘娘落水了！快去找侍卫，至少要8个！哇！谁来救救我？谁来救救我？叫了3、4声之后，我发现自己全然没有呛水的风险。低头一看，我以圆润的体型优势，好好的浮在水中央。
好像一颗救生球。侍卫们把我拖上了岸，一个个精疲力竭。好险，差点就被淹死了。说，你把皇后娘娘推下水，有何居心？不是我推的。不是你推的，难道是皇后娘娘自己跳下去的吗？皇帝来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快。纪律委员向他禀报了事情经过，除了他，还有梁妃等人都看见英妃推了我。皇帝的脸色凝重起来。英妃，怎么回事？不是我根本推不动他。小英啊，你上次污蔑本宫上吊也就算了，这次怎么还亲自动手了？你要是不愿意做这个卫生委员，本宫也不会逼着你做呀。就这么咽不下这口气？我知道，最近皇上确实老往我那儿跑，冷落你了。可是身为后宫嫔妃，最重要的不就是格局吗？皇上雨露均沾，那是他的仁德。整个后宫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嫉妒谁你就暗杀谁。你以为你是谁？皇后娘娘凤体安康，并无大碍。既然皇后没什么大事，皇上说的对，既然本宫无碍，那对英妃的处罚就别太严重了。谋害皇后的话，一般来讲是车裂、凌迟，但是这都有点太重了。本宫觉得割个鼻子砍条腿就差不多了。皇上，您救救臣妾，臣妾不是有意的，是他们都帮着皇后陷害臣妾，他们通通气臣妾，想让臣妾死啊！皇帝继位以来，要说宠爱，也就只宠爱过英妃一个。他宁愿相信是我买通了所有人，也不一定舍得让他的娇花凋落。如果这事放在以前，必然不了了之。可现在的我不是逆来顺受的原主，娘家是我的后盾，公道是我的底气，凤冠戴在我的头顶。皇帝想让我受委屈，他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。皇帝避免跟我眼神接触。此事尚有疑点，仍需细细查问。此时量刑为时过早。确实量刑过早。他方才非但攀咬我，还污蔑后宫嫔妃，罪上加罪，死不足惜。方才他推我，您没瞧见？这话您可是亲耳听见了的，总没有疑点了吧？太后有旨。太后的旨意简洁明了，英妃谋害国母，择日问斩。这道懿旨就像一道耳光，扇醒了皇帝的恋爱脑。侍卫来拖英妃的时候，皇帝站在那儿，一句话都没说。英妃又哭又求，又啼又叫，彻底崩溃了。就在她快要被彻底拖走的刹那，我怀了龙衣，谁敢动我？英妃被贬为答应，除此之外待遇基本没变，说是为了皇嗣着想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皇帝余情未了，而且一连10晚，她都以孕体不适为由找皇帝来陪她。我对此没什么感觉。娘娘落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皇上看都没来看过一眼。那个贱人编几句瞎话，皇上就心疼的不得了。要他来看我干啥？他又不是大夫，他只不过是个男人，下半身比头脑发达，谁让他舒坦他就宠着谁呗。娘娘，应答应仗着圣宠如此嚣张，您就一点不着急吗？我早就想好办法了，想听吗？想听。解锁完整版精彩内容，仅需要再播一盘虾肉。3天后，我让文艺委员张罗了中秋宴，特意把应答应的位置安排在皇帝身边。对此安排，应答应很得意，皇帝很欣慰，而我很期待。酒过3巡，气氛微醺，一阵丝竹清乐动人悦耳，殿门蓦然大开，进来3位美人，任何一个单拎出来都是后宫颜值巅峰。当我在侧头看向皇帝时，他已经两颊撸红。皇后，朕是到了瑶池仙境吗？我笑而不语。再看应答应，他近距离把皇帝的尸态看得清清楚楚，人已经是花容扭曲，快把手里的筷子给折断了。当晚，皇帝留宿在新人宫中，应答应突发不适，他派贴身宫女小穗去请皇帝，结果头一次吃了闭门羹，小穗又跑了太医院，而太医院的太医要么下班了，要么被请去看诊了。当他跑到凤仪宫门外嚎啕大哭的时候，我刚眯着，外头那个惊扰了娘娘，奴婢这就去把他插出去。你管他干啥？他惹你了？他是应答应的丫鬟，应答应看您不爽，我就要看他不爽。你是忠心护主，人家也是忠心护主。要是有一天我也危难了，你帮我四处奔走，我肯定不舍得你被人插出去。所以你也别为难别人了。那我让他进来。不用，你把姨娘上回给我的金钗拿给他，让他去太医院请张院士。他是朱家的人，只有我请得动。还有，别告诉应答应是我请的人，到时候他要是拒诊什么的更麻烦。娘娘，应答应几次3番要害你
您干嘛还要救他？他坏，关他小孩什么事儿？赶紧的吧。应答应这胎本来就不稳，昨晚我要是去的再晚点儿，情况就真不妙了。我道了声辛苦，又让小英拿了2株千年人参给老头子。老头子临走之前瞅瞅我，娘娘，这胎真保。嗨，能保就保呗。您想保他过个年，还是保他落地？只保小的，还是大小都保？微臣这边都可以。您正常操作就行。行。卧床之后，应答应一下子消停了。听说为了给孩子最好的胎教，他还每天念诗画画，整个人的气质都温婉了许多。霜降那天，小穗过来请我，娘娘，我们小主最近通了许多事，觉得从前亏欠您许多，今日亲手做了茶点，请您到清凉亭一叙。小主做了冰皮绿豆糕、金风玉露卷、陈皮红豆冰、糖蒸酥酪、神仙桂花露。够了，我去。你去给我拿几个打包盒，我吃不完还能带回来。小英的无语写在了脸上。清凉亭风景如画，但冷僻偏远。看见英答应的时候，他正坐在石凳上看书。我走上前和蔼地问：“你在看什么书？”英答应带着某种清高和桀骜答道：“女诫。”我中肯一笑，挺适合你的。我倒没想到皇后娘娘今日能赏脸，想来看看你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我能如何？我不过是想活下去罢了。你若不存害人争宠之心，活到5、60没什么问题。若无圣宠，在这深宫寂寞到老有何滋味？我就是要宠冠6宫，我就是要让何族以我为荣，我就是要让我父亲看到他的那些个蠢儿子个个都只配给我提鞋。凭什么只有他儿子和他正妻可以上桌吃饭，我和我娘只配缩在厨房吃剩饭？凭什么他儿子可以穿金戴银，我就只能穿粗布旧衣？凭什么他总觉得只有儿子才能令家族荣耀，我却是个赔钱的东西？我就喜欢看他们朝我跪拜请安的模样，恨不得踩在他们的头上。我要顾宠，我要往上爬，爬得越高越好。我要他们求我、讨好我、惧怕我，我要把我受过的屈辱都讨回来。这些你懂吗？你当然不懂，你自小就是掌上明珠，你拥有一切，你怎么能理解我的野心？野心之于女人是个好东西，可若为了野心把无辜之人垫在脚下，就不行了。你分明最懂得女性所受之苦，却通过迫害其他女性来实现野心，你以为你很优越吗？若要往上爬，手上总得沾点血的。所以你找人掐死我，再伪造自业的假象，就为了朝皇后之位更进一步。是啊，皇上最宠爱我，他同我说过心中的发妻是我，你没了，自然也就轮到我了。今日你直言不讳，是笃定我要完蛋了。对不起啊，皇后娘娘，我是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的。快来人啊，救救我的孩子！呼啦一下子，周围冒出好多人。小英带着张院士径直奔向应答应，而3个新美人挽着皇帝从假山后头绕了出来。皇帝看着那滩血色，眉头紧皱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她推了我，她杀了我的孩子。是你干的吗？是我干的。然后呢？打死我？朕给你辩解的机会，你好好说。你们不都在那儿听了全程吗？还需要解释吗？我跟小英也算是培养出了几分默契，我自然不是真叫她去拿打包盒，是叫她去摇人的。只需要跟3个美人打声招呼，他们自然有办法把皇帝哄过来，因为这3个也都是老朱家的人。应答应闻言一怔，原本惨白如纸的脸，现在惨白如鬼了。朕从前还以为你是个纯善柔顺的，没想到心如蛇蝎。早知如此，朕就该早早将你就地死。皇上，就算您忘了昔日情谊，如今臣妾还怀着您的孩子啊！朕是天子，何愁子嗣？为母无德，你的孩子能好到哪里去？干脆一并杀了，以绝后患。孩子还能保吗？喝是喝了点打胎药，但微臣还是那句话，您想保，臣就能保。保？行。可真会演，最想要我立刻去死的人就是你吧？临了了还不忘记装好人。小主您别再冤枉皇后娘娘了，前些日子您突发不适，是皇后娘娘相助，奴婢才能请到张院士为您保胎，不然孩子早就没了。太后的意思也是全部处死，你干嘛非要留着他？众人皆知他母亲是这般动色，将来谁愿意养他？我愿意啊，正好我不想生孩子，我乐意无痛当妈。随你。
立夏那天，小英煮了一锅茶叶蛋，我轻松干掉2颗，正准备剥第3颗的时候，皇后娘娘，应答应生了个小公主。那小名就叫三蛋好了。皇帝来过没？在他眼里，我早就死了，他还会来看我。更何况她是个女娃，女娃算个屁呢！我小心地抱着三蛋，戳了戳他的小脸，他眯着眼睛盯着我，似乎正在认识我。我会把她教出个名堂的。应答应久久没有说话，他沉重地躺在那儿，思绪不知坠入了何溪。我不打算打扰他，把三蛋放在他身边，尽可能让他再多陪陪生母。转身走出2步，应答应在身后发出剔牙的一声，把他带走。我回过头，他缓缓背过身，像是不愿再多看孩子一眼。傍晚，我晃着摇摇床，刚把三蛋哄睡着，工人前来禀报，说应答应蒙了，是自缢。我回想起和他的最后一面，他最后只说了一句话，把他带走。后来很长一段时日，后宫风平浪静，大抵是因为见识过皇帝的无情，大家都懒得争宠。三蛋是吃各个娘娘的百家饭长大的，每天饭点前，各宫会把小厨房的菜单送过来，三蛋想吃哪道菜就跑去哪个宫里吃。别人的娘亲只教女儿学琴棋书画，天下哪有您这样的娘？我自顾自喝茶吃西瓜，一句都不多说。后来比他高2个头的大皇子扯他辫子，他反手就是一个过肩摔。当晚他高调回宫，母后，把课全给我报上。13岁时，他的战斗力已经拉满，敌国来挑衅，皇帝无语掩面，三蛋主动请缨，没等那勇士嘲讽完，一发暴雨梨花针把对方射成了筛子，把皇帝爽得差点拍碎了桌案。回去之后又是追加封号，又是赏赐奇珍异宝的。三蛋蹲在那堆珍宝里头挑挑拣拣，我问他开不开心。这些东西外祖父从来都是让我砸着玩的，我真没一个看得上眼的。我拿去捐了吧，直接发到难民手里，别让官员给贪了。集期礼一过，各国的王或皇子纷纷前来求娶，聘礼一个比一个给得多。皇帝心花怒放，抬着脸来问我的意见。我就一个要求，是否接受入赘？能入再看，不能入免谈。胡闹！这些皇子将来都是要继承王位的，怎么可能入赘？我女儿家里也有皇位要继承，也不能远嫁。和亲的目的是不是为了2国友好邦交？那既然目的能达到，凭什么只能我女儿嫁过去，不能他儿子嫁过来？异想天开！母后，我也能继承皇位吗？你感兴趣吗？我愿意尝试，我也应该尝试。为什么说应该？为帝乃重任，我认为我的兄弟姐妹资质平庸，担不起这个重任。我身为皇女，自小享受子民给予的红利，自当站出来为民谋福祉。就这么自信？就我父皇这样的都能苟那么多年，要是换我，必将开创盛世。记住你今天的话，你只管去争，母后会为你开路。开元23年，众臣提议立储，我力排众议，开办夺储大赛，皇子公主皆可参赛。三蛋过5关斩6将，轻松拿到毋庸置疑的状元。皇帝没有理由，也没有能力抗拒，当场颁布册立皇太女的旨意，公告天下。消息传出，万民欢腾。那天下午，我躺在紫藤萝架下，摇着摇椅，打着薄扇，嫔妃们围着三蛋说笑打闹。小英坐在我身旁，为我剥着核桃，耳边是欢声笑语。我眯了眯眼睛，困意微醺。小英在一旁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奴婢偶尔还会想起您从梁上掉下来的那天，自打那天起，好多事情都不一样了。您总有办法，有那么多新奇的点子。宫里的女人没了死气，日子也忽然有了盼头。若是娘娘看得见，也会觉得欣慰吧。英儿，一会儿帮我切个瓜。